民警为了测试现在小孩哥的防范意识，当即摇身一变成为快递员上门拐骗，却没想遇到你之后，画风逐渐开始走偏。你好，小朋友，送快递的，我可以进去喝杯水吗？可以，没问题啊。你有没有想过我是坏人吗？啊，那你有没有想过这杯水是从马桶里舀的？你难道就不怕吗？一开始怕，但现在不怕，为什么？因为里面还下药。原来今天是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民警和节目组为此在阳光小区举办了一场演戏活动。此刻，一名短发女警官拿着话筒微笑着说道：“现场将会模拟家长不在，孩子单独面对陌生人的情况。如果孩子具有安全意识，节目组还会发放1万元的助学奖金。”紧接着说起活动的规则：第一，节目现场不允许有家长在场，只能够通过监控远程观看；第二，不允许家长提前告知测试内容；第三，如果孩子完全没有任何防范意识，那么测试人员将主动曝光身份，此时将视为挑战失败。全程都将通过微型摄像头实时直播，并在各大平台转播，所有测试情况都将保持公平、公正、公开。话音刚刚落下，人群中一名身形彪悍的中年男人激动地大声喊道：“抽我，抽我！警官快抽我！”顿时周围人脸上都露出古怪的神色。虽然现场主动报名的确实挺踊跃，可这位大哥也太兴奋。直播间中，一些细心网友注意到大哥满脸的胡渣，身上甚至还有骇人的纹身。卧槽，这大哥看起来好凶残，他平时不会家暴自己孩子吗？平时那些普通的家庭看多了，看看大哥教育出来的孩子也行。女警官冰冰看了一眼后方的导演，发现后者微微点头示意后，随即挤出了一副甜美的笑。既然这位纹身大哥如此热情，那么就挑选您家的孩子作为第一个挑战对象。纹身大哥苏泰见此一脸激动地说道：“警官太感谢您了，能够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到时候孩子不听话，该拘留就拘留，该枪毙就枪毙，千万不要给我客气。”冰冰闻言不由得笑出了声，这位家长还真是幽默呢。没一会，节目组就连通了苏泰客厅的监控，但下一幕就惊呆了。直播间的谁有？只见我正安静地坐在学习桌上，手中的圆珠笔正刷刷地写作业。我靠，这绝对不可能！不是哥们，还真他妈在写作业，从小就这么内卷，太假了！剧本绝对是剧本，这年头居然还有小孩主动在家里写作业，这居然是那个社会大哥的儿子，看起来小孩哥不是很肥他爸呀。主持人冰冰看到这一幕，眼中同样有些意外，毕竟从苏泰这一身浮夸的纹身来看，小孩多半也会调皮，没想到倒是有些以貌取人了。主持人冰冰微微一笑，看来苏雨还是一个爱学习的小朋友。接下来我们南江警局的民警将会上门测试，来看看苏雨小朋友具体会如何应对。此刻写完作业的我望着窗外有些愣神。我叫苏雨，今年10岁，南江第一小学的小学生。我原本是个成年人，不过机缘巧合下穿越到这个世界，并且觉醒了穿越者标配的系统神级整蛊系统。想到这里，我不由得白了眼。奖励的内容可以说是几乎微乎其微，5块10块，最多一次似乎也才50块，这点微薄的奖励也就买一些辣条的零花钱吧。平日里也就整蛊一下自己老爹，做日常任务。想要靠系统翻身，估计比登天还难，还不如从现在开始好好学习。正在这时，耳边传来了若隐若无的脚步声，没有钥匙的碰撞声，应该不是自己的二货老爹，但没想到自家的门外却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音。咚咚咚，我皱了皱眉，远远的喊道：“谁呀？您好，送快递的。”此刻直播间内众人紧张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如果我选择开门，那么基本上是挑战失败，白给还是成功就看这一波了。导播室里的苏泰见状只是微笑着，脸上依旧一副期待的模样。对于自己的好大儿，他简直太了解，那家伙狡猾的很，绝不会这么轻而易举开门。果不其然，只见监控画面中，我踮脚朝着猫眼看了一眼，嘴角露出一丝阴笑，呵呵，送快递的这个人十有八九是老爹叫过来整蛊自己。当时在我耳边传来的系统声音：触发任务，整蛊门外疑似快递员的小哥，奖励1000元。卧槽，1000块！今天系统抽风了，赔这么多，比起往日里奖励的10块20，这简直就是巨款。不管了，面对送上门的奖励，我又怎么会拒绝？快递这年头，快递还有上门的吗？不都是放驿站吗？话音落下，连门外的民警都愣了一愣，直播间里那些网友更是炸开锅，众人简直难以相信，这居然是一个小孩说出来的话。卧槽，通透啊！我特么都没想到，这年头小区里哪有上门的快递？等等，我一个不注意，小孩哥反杀了。不过民警的反应也非常快，这个是贵重物品，必须要本人签收才行。这天衣无缝的表演落在直播间中，让无数网友都不由气愤的发声：不是，这也太不要脸了！节目组太过分了，测试这都没结束，这种难度恐怕是提前告知小孩不让陌生人进门都会上当的程度。正如观众们所预料的一般，我咔嚓一声打开了门，把门口民警同样松了一口气，露出一丝微笑。可下一秒，轰的一声，那扇门瞬间再次关闭，所有人都微微一愣，突如其来的反转让所有人都有些措手不及。什么情况？怎么突然关门了？导播室中原本都准备收工了，这小子居然来这一出。测试的便衣民警也呆住，随后大门后传来了我稚嫩的声音：等等，你报一下姓名手机号，我确定一下是不是我家。扮演成快递员的民警心中一沉，这些信息他不知道，在他看来不过是骗小孩，根本没有这么复杂。可没有想到这小孩的警惕心居然这么强。直播间的网友们此刻已经开始欢呼，节目组这次踢到铁板了。卧槽，这警惕心绝了，教科书一般的操作，如果中途不开门，简直完美。小孩更牛逼，反杀节目组。可在所有人都这样认为的时候，门口的快递员却突然开口：尾号031，叫苏先生是吧？快递员那低沉的声音落下，整个直播间乃至观众都沉默了。短暂的沉默后，观众以及网友们彻底爆发，直播间底下传来铺天盖地的愤愤发言：我去你星星的，你星星的星星！节目组有点过分了，那么又特么临时增加测试难度，居然连个人信息也串通，真不要脸！节目组给个地址，我给你们寄点土特产，不是欺负老实人吗？直播间中的在线观看人数也是直接翻了一番，从最初的5000人左右已经抵达1万人，甚至隐隐还有抵达2万。导播室中，主持人冰冰也有些担忧的询问道：导演，我们这样临时增加测试难度会不会不太好？导演脸颊上也有几分无奈，谁又能想到这临时增加节目测试难度根本不是节目组的决定，而是家长的想法。人家家长恨不得自己孩子通测试，到苏泰先生这里怎么就不对劲？突然这时另外一边又传来了呼喊：卧槽，导演，我们上热搜了！原本还有些担忧的导演一听眼睛都亮，快拿过来让我看看。可当导演接过工作人员递过来的手机时，却陷入了沉默。热搜榜5，橘子卫视格局真低；热搜榜7，科普节目临时上难度；热搜榜10，橘子卫视欺负小孩。好消息
息热度翻倍，坏消息全是过来骂他们的。没事，黑红也是红，只要有热度就行。导演有些头大的说道。苏泰神色专注，观看着监控，不断的说道，手机号是1780311。另外，我叫苏泰，今年34岁，穿43码鞋，身高178，体重210。导演本就头大，听到这里忍不住说道，这个不重要，谁家好人会问鞋码？话音刚刚落下，监控中大门后便传来了我的声音，我爸多高，穿多大鞋？听到苏雨的声音后，门口的民警立刻下意识的回答，身高17。刚刚说出口，他就反应过来，露出讪讪一笑，立刻改口，我只是一个送快递的，哪能知道这点？可在门口，我听到这里，嘴角已然勾勒出一丝微笑，呵呵，果然是我爹特地找人过来整蛊我的。导播室中，导演回头看了一眼苏泰，同样愣住，问题可以冷门，不能邪门了，你俩真不愧是父子，一个敢想，一个敢问，最扯的是还有一个特么差点还打上。苏泰神色淡然，深的目光中露出自信，双手指交叉搭在导播室的桌上，呵呵，我是他爹，怎么可能不知道这小子心里想什么？一旁负责与民警沟通的工作小哥服务员忍不住吐槽道，苏先生，你能不能安静？谁家快递员还能知道业主家的身高鞋码呀？我们差点就露馅了。闻言，苏泰有些不好意思的挠头，露出尴尬的笑容，这样的抱歉。导演看着眼下的局面，好不容易有这么高的人气，这次测试绝不能草率的收场。紧接着决定将测试难度拉到最高，反正到时候有作为苏泰的家长都顶位。至于测试的公平性更是简单，测试结束后，这位苏雨小朋友不论成功与否，都能够拿走助学金，这样既有了节目效果，还保住了口碑。可苏泰却以为节目要结束，于是下一刻一脸认真的说道，导演千万别这么结束，我家小孩从小就没有安全意识，从小吃水果就不洗，有事吃饭都不洗手，甚至还去捡陌生人的内衣，那可是陌生人的东西，多危险。苏泰说着说，这不知为何有些气急败坏起来，最主要是还栽赃到我身上，在局子里喝了半天茶才还我清白，去洗脚举报我嫖娼，打个麻将举报我赌博，你看这哪像个人啊？完全没有半点对于安全意识的重视和敬畏，你们可千万别放过他。在苏泰身侧的导演陷入了沉默，突然就明白这位家长为什么那么大的怨气，这特么是带着私仇来的。这么说的话，对于苏泰来说，奖金确实显得没有那么重要，小朋友人畜无害，还真看不出来居然这么拼。此刻监控中画面中又传来了我的声音，你再重新报一下姓名、手机号，我确定一下是不是我家。此刻导播室内，苏泰将自己被儿子整蛊的事情说出话，广大网友们瞬间收回了之前的看法，这父子俩特么是真有仇啊，怪不得苏泰大哥要测试上强度，单是苏大哥那一副气急败坏、真情流露的悲伤模样，如果不亲身经历，怎么可能会如此感同身受？很难想象，当一个满是纹身老大哥的中年人手里拿着一个不知道哪来的内衣被诬陷时，那股深深的无力，毕竟就咱大哥这外表，一看就不像是好人了。渐渐的，在观众印象中的凶猛纹身大哥，此刻他们竟觉得有几分可怜。苏泰望着评论区中观众的发言，内心满是感动，但下一秒他猛然回过神来，这下所有人都知道他被这小子诬陷偷内衣了，一瞬间整个人都有些僵硬。妈的，自己的猛男形象那可是全国直播呀！他原本还想着借着节目给这小子找个漂亮年轻后妈来，现在一世英名全毁了呀！这小子不会天生就克老子。苏泰越想越气，监控画面中，我眉头微皱，面对快递员天衣无缝的回答并不意外。随后我微笑着收到恭喜通过了第一轮测试，只要答对我接下来的问题，那么你将完成挑战，开启这扇签收的大门，否则我不仅要拒收，还要找售后对你举报。我的一连串的话语让门外的民警都愣住了，什么情况？怎么感觉测试的是我才是挑战者？没准备给对方思考的时间，我直接开口，快递员叔叔，请听题，本省发往本省小件货费用多少？大件货费用多少？本省发外省小件货费用多少？大件货费用多少？如果要把你手中的货物进行运输到本省，你这件货费用多少？说完我还开始了倒计时，突然的一幕让门外的民警心底一慌啊！这种问题特么谁记得？何况他还是个假扮的快递员。直播间内无数水友直接笑不活，他们也万万没想到，小孩哥的脑洞竟然如此之大，不是你特么说的快递还反客为主，天才，这是谁的不犟？你才是挑战者，哈哈哈！警察叔叔脑瓜子嗡嗡响了，民警有些不自觉地摸了摸耳朵里的蓝牙，心里暗骂节目组人呢，这群人干什么吃的？就算是度娘也该找到答案了，他自己都有些奇怪，到底在紧张什么？哪怕是与劫匪谈判时，自己都没有如此慌张。眼看倒计时的时间来到最后2秒，蓝牙耳机中总算是传来了节目组的声音：本省即本省，10元以内超过1000克按重量增加费用；本省即外省，10元以上按地区增加价格，同时超过1000克部分。民警没有丝毫犹豫，几乎在节目组告知答案的同时从嘴里转述出来，言语之中没有任何的停顿，像是背诵了无数遍一样，熟练几乎毫无破绽可言。念完之后，他略微紧张的心也松懈了不少，嘴角也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小屁孩，我看你还有什么花样？直播间内无数的观众此刻只想看到我究竟如何应对，可我仅仅是白了一眼，然后按照承诺打开了大门，这让无数水友格外的意外。不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民警同样重重的松了一口气，仅仅是骗着小鬼开门，自己却有莫名的成就感，真是奇怪。导播室内，导演也拿起手中的对讲机准备让民警袒露身份，可还没来得及开口，我稚嫩的声音随即传出：你不是快递员，说吧，你到底是谁？声音落下的片刻，全场都寂静。按理而言，打开门几乎就已经代表失败，可作为一个测试安全意识的节目，节目组的便衣民警居然被拆穿了，这算什么绝地反杀？卧槽！预言家666打败了全国99.99%大学生，开了，绝对开了！这特么让我来，我都不一定能够拆穿。不仅仅是直播间，哪怕是导播室里的导演都有些不知所措。这个节目自从播出以来，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局面，导演这个该怎么判定？工作人员望着监控画面微微一愣，在他们还没反应过来的这片刻，监控中我的稚嫩的声音再次传来：如果我没猜错，应该是我爸让你来的吧？民警蓝牙耳机中也迟迟没有传来信息，看来只能够临场发挥了。随即略微调整了状态，微笑道：居然被你发现了，好吧，我的确是你爸爸的好朋友。在说话的同时还无奈摊了摊手。导播室中，导演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苏泰，要不是节目全程直播，且苏泰一直在他们视线，节目组甚至都有些怀疑是不是提前泄密。监控中扮演快递小哥的便衣不退反进继续说道：请问我能进来喝杯水吗？我瞥了这个陌生的男人一眼，虽然对其的身
身份有些怀疑，可以听到喝水，我瞬间眼睛明亮了许多。本来还想着怎么请这个大叔进来坐坐，没想到居然自己送上门来了，这可是完成系统任务的好机会。我当即如同小鸡啄米一般连连点头，没问题，没问题。节目依旧正在进行中，只不过此刻几乎可以宣告测试失败的对象是苏雨。直播间的网友也纷纷摇头，完蛋，天胡的局一波送走了。这波警察叔叔在第5层，以为小孩哥在大气层，没想到居然是第1层，我还以为是高手，没想到是炸胡啊！很显然，大门一开，胜负也已经决定。到播室中期待着精彩博弈的导演同样摇头，显然是有些失望，最终还是按下了手中对讲机。老刘找个机会自曝身份嘛，既然被拆穿了，他也完全没有继续假扮快递员的打算。只见他把那个纸箱子随意的放在了茶几，随后说道：“小苏啊，先给我去倒杯水吧。”在这么多场的节目中，他还从来没有这么渴，那就用这杯水来结束这一场测试。我的目光却落在了那个纸箱子上，果然完全没有快递单号。我有些好奇的拿起了纸箱，熟练的撕开了黄色的胶带，露出了一丝人畜无害的微笑。叔叔，这个纸箱里应该是金夏河。在说话的同时，我将箱子口朝向老刘，猛地打开。Surprise！ 预料中的超大号弹簧、小丑、鬼脸以及怪局都没有出现。我挠了挠头，自己居然猜错。望着纸箱里的那一袋面粉，我沉默了。民警见此也没当回事，继续说到那个小朋友能先给我倒一杯水吗？他实在是有些土，从节目直播开始几乎没喝过水。闻言，我点了点头，转身朝着屋内走去。此刻内心有些郁闷，没想到自己居然会猜错。正当我准备在厨房的净水机上接水时，耳边却传来了系统的声音：丁触发任务，整蛊客厅疑似逃犯的不明人员，奖励防身工具箱1万元。听到这个声音，我整心都凉了一截。什么玩意逃犯？我心里暗骂他：你特么的狗系统不早说呀！孩子凉了，你知道喂奶了；大清亡了，你知道上朝了。我虽然一早就看出来这名快递小哥是假冒的，可完全没有办法往逃犯那个方向想。还有最重要的那个纸箱里面的白色粉末也变得尤为可疑起来。这家伙不会吧？想到这里，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我看了一眼手中的小天才，随即摇了摇头。手表的短信功能是默认关闭，如果要打开，还要从苏泰手机里解锁。至于打电话报警，那就更别想了。这时，民警催促的声音从客厅传来：“好了没？”民警有些纳闷，这孩子不就是倒杯水，怎么这么久了还没好？他真的很渴，马上好了。我回应道：“好险，差点就被发现了。”这时我的目光落在手中一次性塑料杯上，喝水，喝大份吧。下一秒，我端着杯子转头就朝着与厨房邻近的厕所去。在这个时候，监控中的我端着一个一次性杯子在监控的镜头消失。苏泰家只有客厅才有摄像头，毕竟没有人会在自己家的卧室或者厕所装摄像头。导播室中导演也有些疑惑，按照正常逻辑而言，倒杯水没必要跑来跑去，这小子难道有什么目的？他忍不住询问身侧的苏泰：“苏雨那个方向是什么？是去卧室了吗？”作为这个家的主人，苏泰显然无比的清楚那是什么地方，他脸上有些古怪的说道：“那个方向应该是厕所。”苏泰想了个合适的理由，分析道：“大概是想尿尿了，小孩子都憋不住尿。”导演闻言认同的点头：“是这样啊。”此刻的我正站在镜子前深呼吸，说不紧张那肯定是假的。假冒快递员知道业主的信息，携带的箱子里有几公斤的不明粉末，这几个要素结合在一起，明显这位就是某个黑帮的重要人员，说不定就是头目。而眼下的当务之急就是给那位狠人送水，这是我唯一的机会。只见我拿着一次性杯子，从马桶中舀开一杯水，大概是嫌弃只舀了2/3。为了不引起怀疑，我将水杯对准灯光仔细的看了看，里面并没有什么杂质。确认过后，我才满意的点头，毫无破绽。接着我无比熟练的从洗手台的柜子拿出了一盒泻。之所以知道厕所里有这个东西，是因为之前整蛊老爹使用过，威力那可是10里飘香，相当的哇塞，因此我完全不担心没有效果。泻药是胶囊状的，只要拆开就可以观察到里面只是一些白色的粉末，并且可溶于水。平时整蛊老爹我也不会太过，最多也就放2-3粒的量。可现在不一样了，面对这样的一次逃犯的歹徒，显然没有必要客气，于是我干脆一股脑倒了8-9粒进去，准备好一切，我却总感觉还少些什么。紧接着我环视一周，目光落在了厕所的卫生纸上，好险，差点忘了。只见我熟练的将纸全部扔进了马桶，大士随即合上马桶，仅剩的几张毛巾也夹在了自己的衣服和裤子里。在这个卫生间里，没有留下任何能够清理卫生的东西，而这些动作我也仅仅只是在厕所里耽误了不到1分钟。下一刻，我不急不缓从厕所走了出来，手里端着一杯水来到了客厅。叔叔，您喝水。我双手端着杯子，显得格外的礼貌，稚嫩的声音更是让人放下了一切戒心。只是没有人知道，这短短的1分钟里面，我在镜头之外到底做了什么。导播室里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发现端倪，唯有苏泰皱着眉头，目光落在镜头中，心中隐隐有些不安。这似乎是一种奇特的感觉，每次苏雨在外面闯祸以及整蛊他的时候，苏泰都有这种奇妙的感觉。可看着监控中这小孩给长辈递水温馨的一幕，他也说不出什么，只是觉得有些熟悉，自己儿子似乎也这样端过水。紧接着苏泰就脸色微微一变，目光落在水杯上，突然想了起来。他正想要大声阻止，可监控画面中老刘已经将水一饮而尽了。苏泰张开的嘴巴突然就合上，生怕别人发现自己，他捂着自己的眼睛，尽量的不去看监控画面，心里此刻已经拔凉了。此刻苏泰已经能够预想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并不是他神机妙算惊天伟地，而是特么的在这小子手里栽过。完了，这下全完了，陌生人的水也敢喝，说好的安全意识呢？你们节目组是一点也没有。直播间以及导播室的众人此刻还完全意识不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水味道怎么有点怪怪的？监控画面中，老刘看了一眼塑料杯，微微皱眉，他实在太渴了，接过水并没有过多的观察，并且途中看了一会手机，完全没有察觉过了多久。喝完后才发觉这水居然一股生水的味道，在厨房那么久就接了一杯自来水。老刘忍不住看了一眼苏雨，倒也没有怪罪，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有时喝点自来水也是常有的事。对于一个小孩子，他也没有什么戒备心。四周短暂的安静，此刻直播间的观众也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了。这位被他们寄予厚望的选手即将淘汰，小孩哥加油，你已经很棒了。我以为小孩哥还能坚持一会的，可惜了。在我看来，小孩哥的安全意识已经合格了。有请下一位天才选手。评论区中满是观众唏嘘以及感慨的言语，毕竟在这么多期节目
目中，这一期的直播时长肯定是最长的。导播室中，导演手中紧握着的对讲机也按下了发言键。老刘，说明身份吧。那个家长苏先生等会我们一起去现场揭晓吧。可苏太此时却一脸心虚，随意敷衍的答应。导演见状也有些疑惑，却也没有多问。此刻监控画面中，老刘也正襟危坐，双手搭在桌上，露出一副微笑，同时他也松了一口，内心其实早已迫不及待，终于要结束了。其实他刚刚已经有点想要上厕所的冲动了，现在可是现场直播，虽然自己身上的微型摄像头看不见自己，但大厅还有个监控呢，总不可能在现场这么多观众的情况下，身为测试员扮演伪装成歹徒的他跑去上厕所。距离结束也只剩下最后2句话，他目光落在了不远处男孩身上，发现后者一脸的疑惑以及好奇。苏雨甚至忍不住挠了挠头，目光打量了一下这位逃犯。其实他现在心里疑惑的其实是这家伙什么情况？9颗，足足9颗，怎么还没有发泄的迹象？老刘忍不住笑了笑，真是可爱天真的孩子，在这个充满好奇以及探知欲望的年纪，还能够有这样的警惕，已经很难得了。不过节目测试的最终结果还是要宣布的。老刘看着男孩，亲切地询问道：“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会选择开门呢？”苏雨想了想，认真地说道：“我不开门，你怎么进来呢？”老刘微微一愣，有些不明白，但是说的有道理。他点头，继续询问道：“你有没有想过我是坏人呢？”苏雨脸色微微一变，心中开始不断地盘算起来，自己的想法被猜到了，那现在局势不太妙了。当坏人开始自曝身份的时候，那特么就是要杀人灭口。还好老子在里面下了泻药，现在的办法只有拖。在他印象中，这个牌子的泻药见效速度还挺快的，那个家伙应该撑不了多久。他眼珠子一转，突然反问道：“那你有没有想过，我这杯水是从马桶里舀的呢？”话音落下，沉默了良久，老刘听到都有些自闭了，目光落在那个一次性杯子上，差点没忍住爆了粗口。可一想到这是节目，他还是忍了下来。看着苏雨揣着手歪头看着他一脸天真的表情，老刘格外的恼怒。在镜头面前，他却也只能够在心中暗骂：“我说特么怎么一股生水味？马桶里的能不生吗？操，小兔崽子，别让他给逮到了！”直播间中，无数网友却是直接笑喷了，哈哈哈哈！九转大肠在线传人了，哈哈哈！好一个瞒天过海，将计就计啊！我宣布，小雨依旧是本年度的 MVP。噗，那可是粪水啊！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在直播节目中居然还能够出现这样的小插曲，别说是网友，哪怕是导播室中数名工作人员都绷不住了。作为熟人以及同事，他们嘲笑的更大声，哈哈哈哈！老刘居然在小屁孩身上栽了跟头，大粪水，哈哈哈！那玩意我都没尝过，安静，都不准笑。导演，明明你一直在笑，都没停过，哈哈哈！嘲笑的声音通过对讲机传递到老刘的蓝牙耳机中，听到导播室中平日里互相阴阳怪气的损友还有同事的笑声，老刘脸都黑了。最主要这玩意还在直播，全国都知道自己喝粪水了。他或许没那么脏，可是那特么重要吗？自己的颜面，南疆王牌便衣的颜面在此刻已然尽数扫地了。甚至在几年后、10几年后，那几个老家伙都会将今天发生的一切作为谈资。老刘此刻也顾不上气馁了，腹部的不适感让他想要立刻结束这场直播了。刚刚一股气流窜过，差点都蹦出来了，都让他强行忍住了。他还是按照节目组安排，强行挤出一副扭曲的笑容，将台词说完。你难道就不怕我是坏人吗？起初苏雨还在担忧这要怎么还没有效果，甚至怀疑老爹会不会动了手脚。一想到苏泰的智商，他还是摇了摇头。看到老刘脸颊豆大的汗水流下，以及那一副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总算是松了一口气。这样子应该是开始见效了。苏雨也挤出了一副微笑，比起老刘的要自然许多倍，很有感染力。从外表看，相信大部分人都会被这个人畜无害外表所迷惑。开始还是有些怕的，但是现在不怕了。老刘一愣，脸上有些疑惑，这个答案显然出乎了他的预料。你一个小孩，凭什么不怕？别说是坏人，哪怕只是一个普通的成年人，也完全不是他这样的小孩能够应对的。也不知道这小子哪来的自信，恍惚间他都忘记了自己腹部的不适以及夹紧的屁股。老刘忍不住询问为什么。苏雨瞥了一眼老刘，后退了好几步，在他认为合理的范围内，并且避开了前往卫生间的路径。在老刘无比疑惑的目光中，这个时候苏雨才笑眯眯地说道：“因为水里面下药了呀。”在说话的同时，苏雨的右手还拿出一个盒子晃了晃，赫然是刺激性泻药的包装。老刘指着苏雨，气恼夹杂着憋屈且又无可奈何的声音传出：“你！”在沙发上的老刘气的话都说不清了，指着苏雨的右手直在抖，他实在是受不了，这小兔崽子真他妈不是东西啊！此刻，老刘突然想起在节目开始前那位彪悍的家长。当时他还纳闷来着，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节目测试，没必要这么叮嘱自己了。什么不要客气，小心这臭小子不要乱碰乱吃等一些只会对小孩才会嘱咐的言语，那一副苦口婆心的模样，当时老刘完全没放在心上。如今老刘才明白那位家长的良苦用心了，真是悔不当初啊！老刘深呼吸一口，愤怒的情绪涌上心头。原本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很开明的人，从来就不主张打小孩这样的思想，可是现在他完全改变了想法。这么小还不挨打，童年还算完整吗？愤怒的情绪涌上心头，完全顾不上现在正在直播了。老刘气愤的直接大声喊道：“小兔崽子，你特么别跑！”只见他站起身来，径直朝着苏雨而去，仿佛心底的那股压抑，似乎只有在逮到那个罪魁祸首才能够缓解。毕竟这特么实在是太顽皮了，马桶水他都已经忍了，居然在里面下药，还没等他靠近，一股洪流便在小腹流窜，甚至隐隐还有一丝抑制不住的感觉。突兀的声音突然传来，苏雨没有说话，老刘也没有说话，可从老刘夹紧的双腿中得到了答案，他有点忍不住了，下面似乎随时都要喷发。反观苏雨这边，笑眯眯的，一脸的从容，右手指着与自己相反的方向说道：“厕所在那边。”愤怒的老刘看了一眼苏雨，又看了一眼厕所，终究还是生理战胜了情绪，再也忍不住朝着卫生间的方向跑去。哐当，那是关门
门的急促声音。随即，老刘的微型摄像头画面被他自己切断了。不过从大厅的监控还是能够听到厕所中一泻千里的声响，悠远流长，格外的清澈。哈哈哈哈！满屏的笑声直接铺满了整个直播弹幕，那些文字仿佛嬉笑一般溢出了屏幕。仅仅是看文字都有些吵闹的程度，哪怕是直播间内的观众也完全没有料到，居然又反转了，事情朝着他们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苏雨的骚操作更是让观众们直接笑喷了，哈哈哈哈哈！我要笑死在这个节目了。噗，我以为马桶水已然无敌，没想到还有泻药啊！卧槽，那个剂量估计能够让老刘拉一宿吧！哈哈哈，我好像有点理解那个纹身大哥的感受了。开始我还想着怎么会有这样的家长，现在一看这是应该的，节目自然也不出意外的爆火，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火了，在线观看的人数更是突破了历史记录，甚至超越了一些其他的综艺节目，已经来到了10万加。导播室中，无数的工作人员各自捂着脸，一副想笑又不敢笑的表情。导演同样在一旁憋得涨红了脸，苏泰也是捂着脸，一副生无可恋的表情。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明明节目开始之前已经格外叮嘱了，怎么这些人还是不听劝呢？此刻安静的导播室弥漫着一股奇怪的气氛，一群憋笑的工作人却要假装成严肃来面对到来的领导，这就导致几乎所有人脸上的表情都相当的奇怪。那是南江警局的副局长张德海，这次节目的直接负责人。这名中年男人此刻正板着脸漠视着现场众人。尽管这次节目火了，在数据上达到了指标，可特么这次火的方式实在是难以启齿。笑什么笑？你们有什么资格笑？望着众人，他实在有些忍不住训斥：我让你们给小学生科普安全意识，不是让你们被小学生科普，被人家小学生拆穿也就算了，还喝马桶水，就你们那点安全意识还去测试人家，真要是遇上歹徒了，你们怎么办？想到这些，这位副局就有些头痛，目光落在众人脸上，想骂什么却又不好说，众人也不敢顶嘴，毕竟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他们找任何借口都没有用。一连的训斥让现场的工作人员都不由得低下头。大概3分钟的时间，这位领导才从导播室中走了出去，导播室中压抑的氛围才缓解了不少。正在几个人冒着头看领导走了多远的时候，导播室外传来了张副局的大笑声，哈哈哈哈哈！马桶水、泻药，哈哈哈哈！声音在空旷的长廊中回荡。导播室里，众人古怪的对视一眼，再也忍不住了，大声欢笑了起来。领导不愧是领导，这憋笑的能力完全就不是他们能够比的。片刻之后，所有工作人员也恢复了状态。一名工作人员指着直播中暂时插入的广告询问道：“导演，现在怎么办？还继续播吗？”导演点头认真的说道：“刚刚张局是这个意思。”他也有些无奈，没想到播一个科普向的节目直播也能够受到无妄之灾。导演目光望向了众人说道：“测试继续，只不过我们导播室不能提供任何信息了，也就是禁用了远程通讯工具这个功能。导播室则是作为公立的存在。”工作人员微微一愣，张局这是什么想法？导演脸上有些古怪，大概是测试我们的安全意识。众人闻言也是轻轻的点头，毕竟在一个小屁孩身上吃了笔，南江警局这边面子也有些挂不住，这是要给自己找回场子的意思啊。橘子卫视节目插播了几分钟的广告，可还是要播出。直播中还是先将大厅的监控画面放了出来，至于后续如何安排，导演组也有些头疼，与老刘确认了，人暂时没什么大事，可要拉多久那就不好说了。不过他们也第一时间和现场的医生联系咨询了，最坏的下场也就虚脱晕倒，没有生命危险，剂量虽然多，但距离致命还是差很远的。于是导演组的决定是先看看苏雨的表现，如果报警求救成功，那就提前结束算了，如果还没有，那就只能另外安排人过去了。另外那边导演组也叮嘱了，给苏雨的小天才电话号码设置了白名单，能够稳定的接到他的报警电话。直播的画面也是以直播为主，偶尔穿插一些导播室的画面，毕竟导播室里的画面很多都不能播，几乎都是现场剪辑之后才放出去的。此刻监控画面中，苏雨朝着一个无法理解的方向走去，导播室的众人也有些纳闷，纷纷回头望向了苏泰。此刻他们才意识到这位家长的重要性，他这是要做什么？苏泰也摇头，目光落在了监控画面中观察，这小子很多想法都超乎常人，他其实不是了解，而是实践出真知，示意欠长一智。很快苏泰就明白了苏雨的动作，露出了难看的脸色，他这是要关水阀？怎么了？导演不禁询问，旁边的工作人员也露出一丝好奇，不就是关水阀，没必要这么害怕吧？苏泰闭上眼睛，脑海中满是惨痛的回忆，他深呼吸一口说道，这说明了厕所里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卫生纸了。他没有继续说下去，在没有卫生纸的情况下，水是最后的尊严，最后的退路。导播室中所有人都傻了，噗，靠，这小子也太损了吧！导演也忍不住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他一开始对于这个小孩也没放在心上，原本还指望着老刘要是体质好些，说不定还能出来，现在他彻底放弃了这个念想了。如果真要是出来，导播室里的众人都不知道如何指示了。导播室的画面出现在直播间中，无数网友更是直接笑出了猪叫，哈哈哈，好一招釜底抽薪，天才，这小子绝对天才，太损了，居然还把纸给抽走了。噗，测试人员都没了，有些好奇节目该如何继续了。此刻还在家中的苏雨还浑然不知自己已经被卖了，整个过程都在全程直播。在关掉水阀后，苏雨还去特地打开了厨房的水龙头，确保管道里没有任何一滴水。此刻在他耳边才传来了系统的声音，叮，任务完成，获得奖励防身工具箱1万元，提示请在自己卧室领取奖励。苏雨满意的点头，这次的奖励比起以往倒是阔气了不少，如果每次的奖励都有这么多，至少也能够给自己攒一笔启动资金了。只不过系统特别提示了去自己卧室领取奖励，倒是以往没有的。苏雨也没想太多，看了一眼厕所，现在那个逃犯一时半会估计是出不来了，眼下正是他报警的好机会。他又扒开了纸箱看了一眼那一大包厚厚的白色粉末，轻轻的摇头，狠人啊，这玩意在大夏时刻就要
量刑，这里至少2斤以上，怎么说也够判个死刑了。苏雨也不敢碰，更不敢闻。在大夏，这玩意人人避之不及，生怕沾染上半分，哪怕是小偷，见了都得报警的存在，他哪敢去摸呀？能够持有这么大剂量，恐怕厕所里的那位也不是小人物，甚至有可能是小头目。没有过多时间考虑了，报警，必须报警！苏雨唤醒了小天才，没有丝毫的犹豫，按下了那3个键。等待提示音响起，在第4声响起的时候，电话就接通了。你好，这里是南疆110，警察阿姨，我要报警。电话对面短暂的沉默了片刻，这个号码被设置为白名单，因此电话也直接被转接到导播室中。毕竟不可能因为一个节目影响到正常的秩序运行。接线员是一个小姑娘，不过是一个毕业的实习生。听到那一声刺耳的阿姨，不由得皱眉。不过这一通报警电话却让导播室中所有人松了一口气。报警意味着通过了安全意识的测试，这次的节目到此为止。这场闹剧也即将以苏雨通过报警挑战成功的方式结束。导演看着接线员点了点头，这在表示接线员此刻已经可以提前曝光这是一场节目的事实。在接线员手中的纸上还有事先写好的台词，大概就是提前恭喜。最后在揭露节目事实，接线员也点了点头，打开了耳麦，随即用带着喜悦与祝贺的声音说道：“恭喜你，苏雨小朋友，你成功！”话还没说完，嘟嘟挂断的声音便回荡在导播室中，众人面面相觑，无不露出懵逼之色。挂了！一名工作人员有些难以置信的询问道。接线员满是疑惑的点头。本来众人都准备插播广告，结束换班了，结果出了这档事，这到底算挑战成功还是不成功啊？众人看了苏泰一眼，后者同样摊手，茫然的脸上已经写清楚了不知道3个大字。导演看了一眼，试探的说道：“要不打回去？”接线员有些迟疑的点头，随后在控制台上按下了重播的按键。嘟嘟嘟的声音再次传来，再次拨打，电话更是直接关机了。众人更懵啊，什么情况？这小子怎么连110都不接了？要知道他们内部热线可是会在手机上标注官方，并且只有110 3个数字，只要是大夏人不可能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那小子居然给挂了。导播室中一时间充满了寂静，要不是在监控中能够看到那小子，他们甚至都怀疑是不是出什么意外了。短暂的沉默弥漫在四周，所有人都不明白这小子到底什么情况。此刻客厅中，苏雨额头上冷汗直冒，内心扑通的狂跳。他看着自己手上的小天才，连忙按下了关机的按键。原本以为报警就能够解决一切，没想到是他想的太简单了。刚刚他可什么都没有说，对方居然就知道了自己的名字，这让苏雨不由得想到了厕所里的那位，一样能够清楚自己的个人信息。要知道官方想要知道每个电话后面的信息都需要时间调查了，除非是提前调查，否则不可能这么快。可对方居然瞬间就说出了自己的名字，苏雨不由得内心发凉。这特么坏人的共犯都已经打到内部。导播室中2人的对话传出：“你好，这里是南疆110，警察阿姨，我要报警。”随着苏雨稚嫩的声音落下，直播中无不都是祝贺的声音。恭喜小孩哥通过测试，终于结束了，完结撒花，不愧是我看中的人，没让我失望。666666，一瞬间弹幕便铺满了整个画面。接线员的声音还在继续：“恭喜你，苏雨小。”话还没说完，下一瞬苏雨的操作让直播间内所有观众都愣住了。嘟嘟嘟，电话被挂断了。一时间，别说是导播室里的工作人员有些懵，观看直播的网友也彻底懵逼了。不是，这特么什么情况？他挂了！原本还在祝贺的网友们彻底绷不住了，忍不住在评论中缓缓地扣出了一个。无数的问号席卷了整个画面。等等，让我缓一缓。这小子是不是知道自己在节目里，所以故意不通过的？这特么确实是在科普安全意识，这小子意识简直拉满了。不是小孩哥的脑回路，我们根本跟不上啊！会不会是点错了？导播室中，接线员也在连忙的进行回拨，有可能是误触或者意外挂断。工作人员也是考虑到了这一点原因。可这一次，苏雨在监控的画面中动作无比清晰，他就是挂断了，并不是误触。除此之外，居然还把小天才关机了，并且里面的 SIM 卡也没有放过。直播间的观众脑子有点不好使了，他们愣住了，完全不明白为什么要挂断以及关机，理由呢？动机呢？这一点不仅仅是观众，导播室里的工作人员也在想，为什么呀？导播室中，所有人都将希冀的目光落在了苏泰身上。作为父亲，在测试中对于苏雨的分析，还是有好几次预判成功了的。尽管这些预判对于他们测试并没有提供太多的帮助。望着这么多警察，苏泰也一愣，因为他也不清楚啊。要是能够知道这小子想什么，自己也不会一直被苏雨整蛊。不过面子还是要有的。他咳了咳，嗓音都低沉了几分。再看看。此时，原本预计要进入尾声的节目，陷入了诡异的沉默。寂静无声的导播室以及监控画面中在大厅思考的苏雨，很难想象，这居然不是一个播出事故。沉默的2分钟，反而让这个节目的热度节节攀升。弹幕中所有人都在猜测苏雨接下来到底会怎么做。大厅监控中，除了卫生间里时不时的发出异响，显得格外的宁静。苏雨此刻的内心却并不平静，他脸上露出一丝无奈。果然，自己作为穿越者的主角，总有一天平静的生活会被打破。可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苏雨正在不断的思索，如果110内部有坏人的共犯，恐怕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手机定位来确定自己的位置信息，甚至更详细的资料。还好当时老子机灵，直接挂了，还将小天才关机拔了卡。苏雨目光不断的游走，想到了一个结论：如果将前后的人物串联起来，一切就能够完全说得通了。一个假扮成快递员的逃犯能够知道自己的信息，那必然是有某种势力在背后推波助澜。让苏雨没想到的是，这个逃犯的共犯居然已经打入了110内部。不过想想也是，能够做到这种事情的也只有官方了。他能够想象得到这个势力的背后究竟有多么的庞大，庞大到让他有些不寒而栗。在这一场自我意识的头脑风暴中，苏雨竟然阴差阳错的猜对了，他的对手的确是官方。只不过这场测试太逼真了，节目组联合苏泰再加上一个苏雨所忽视的摄像头，一切都没有露出半点痕迹。当然，这其中也有整蛊系统的功劳。通过发布任务不断的进行误导，所谓不怕真不怕假，就怕真假参半。直播间内无数的观众还在不断的猜测着，导播室里一时间也不知道要干什么，解说、干涉还是继续派人。所有人都看着苏泰，等待着这位沉默的父亲。当然，苏泰此刻还很猛，他知道个屁啊，也就是在节目里装个逼，挽回一下形象，拖一下时间罢了。大厅监控，苏雨正在来回的踱步。对于
于现场被直播的情况浑然不觉，他的目光看了一眼卫生间，心中有了猜测，这位逃犯的来头恐怕也不小，能够携带2公斤以上的白粉，能是什么小角色？以他多年看电影的经验推断，这至少是一个黑帮的小头目，甚至是头目本人。紧接着苏雨就有些疑惑了，可是为什么他会找到这里来呢？总不可能只是口渴，简单的喝个水吧？这完全说不通。何况这样重要且危险的人物来到这里，总归有个目的。苏雨双眸微微闪烁，露出一丝微笑。他猜到原因了，既然逃犯不顾危险，携带2公斤的货来到这里，并且想尽一切办法入门，那就说明他所在的这一间公寓极有可能是所谓的交易地点或者接头点。苏雨在这里排除了个人买主的可能，2公斤的货显然是下级分发，一个人用不了这么多白粉，也买不起，因此这里其实一直都是这个黑暗势力底下隐藏的交易点。接头人不言而喻，那就是这间屋子的主人苏泰。苏雨扶了扶他那不存在的眼镜，新机子瓦伊自摸一坨子，早特么看那老登不对劲了，原来真不是什么好人。苏雨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语气摇头，他将那个纸箱子完全敞开，叹息一声，可如果是这样，那就相当的合理了。联想到以前苏泰动不动就将其支开，以纹身师的身份作为幌子，现在看来确实充满怀疑。而且仔细想想，苏泰那样子哪像个好人？他那么多次以各种名义举报，进局子的时间却并不长，想来是有人在里面打点接应。黑暗，太黑暗了。苏雨吐出一口气，现在才像一个穿越者应该出现的开局。或许自己从系统奖励提升的那一刻就应该意识到这一点了。他想了想，又将电话卡插上，默默的开机。自己这里作为黑恶势力的交易据点，显然是瞒不住了。可他和苏泰好歹父子一场，一些劝诫总归要有的。不论如何，他也希望苏泰能够浪子回头。不过在约定的接头时间，苏泰居然没有及时赶到，恐怕已经被条子给盯上了。苏雨又看向了厕所，既然接头人准时而来，那说明老登应该还没被抓。平日里这个时间段，苏泰早就该回来了。可今天迟迟没有音讯，多半是出事了。于是苏雨默默拨通了电话，爹一个明亮的大字闪烁在上面，铃声也随之响起。儿子，儿子，我是你爸爸。直播间里无数的网友也不由得随之一笑，猜测也随之而来。哈哈哈，这特么太有梗了！小孩哥突然对他爹干什么？那大哥不会真不是什么好人吧？噗，同款铃声容易挨打。片刻后，导播室中苏泰的手机应声响起，他嘴角微微抽搐，这小子抽哪门子风？没事骂我干什么？刚刚大厅中苏雨的表现，众人全部看在眼里。此刻，无数工作人员站起身来，那一双锐利的双眸盯着苏泰，让其有些不自在。很显然，刚刚苏雨那2句无意识的吐槽，让在场的警察有些怀疑了。无缘无故，自己的儿子会说这种话，而且有一点，苏雨说的很对，从外表看，这大哥怎么看都不像好人。苏泰尴尬一笑，辩解道：“警官冤枉啊，我是良民啊，我真是良民。”他有些欲哭无泪，怎么自己在幕后还有一种被整蛊的感觉？导播室里没有人回应，最后还是导演出声解围：“这件事稍后再说，电话就不要接了，也不要挂，免得引起怀疑。”苏泰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明白，明白。”他也有些疑惑，老子明明没犯错，心里庆幸个鸡毛啊！想到了这里，他的腰板挺直了些许，目光落在监控中，有些气恼：“这儿子真特么坑爹啊！”紧接着，弹幕中一条评论突然引起了众人的注意：“那箱子里的白色粉末是啥？”在监控的视角中，这个箱子微不足道，况且箱子两侧的纸板也是略微垂直，只能够看到箱子里的大概。如果不是苏雨稍微移动了一下箱子，从监控的视角不会看到里面有什么的。直播间底下的观众立刻讨论了起来：“节目组这道具有点狠了吧？小孩哥肯定把那玩意当成违禁品了，有没有可能那玩意是真的？卧槽，安全意识测试搞这么刺激！”各种各样的猜测让节目组也不得不重视起来。众人纷纷望向了导演，下意识地认为这是他的安排。导演也一脸懵，一个普通的上门测试，谁整这些玩意？他微微皱眉，回头大喊道：“道具，道具在哪？谁他妈让你在里面放的白色粉末？”人群中，一名戴着帽子的工作人员挤了出来：“导演，我在这。”导演指着屏幕询问道：“我问你这是什么？你不会给我在里面整了真东西吧？”道具师一脸无奈地说道：“没有没有，绝对没有，我随便放的，里面只是普通的面粉。谁知道那小子还会拆这个快递箱啊？”听到肯定的回应后，导演才松了一口气，这特么的真是吓死人了。此刻所有人望着屏幕中的苏雨，纷纷回过神来，他们如今才明白苏雨为什么会有这些奇怪的举动。虽然挂断110电话那里还无法解释，此刻导演等人也大概了解动机了。这一切都要从打开的快递箱开始。那个时候，苏雨就已经认为箱子里的东西是违禁品，因此在倒水的过程中，在里面夹带了一点私货。不仅仅是他们，直播间底下的观众也分析到这一步。卧槽，小孩哥真特么在大气层！我说下手怎么这么狠？原来是有违禁品。这样的话，小孩哥简直牛皮啊！这哪是小袋啊，这是通天袋！所有人想来想去，没想到最后老刘喝了份水，居然是道具组的锅。就因为这一点小小的原因，蝴蝶效应导致发展到现在的局面。导演黑着个脸朝着后面喊道：“道具组所有人节目结束后自己写检讨。”不远处的苏泰也乐呵的傻笑着：“嘿嘿，还是吃瓜有意思。”此时大厅监控里，苏雨目光落在小天才手表上，深深的吐了一口气，机械的声音从里面不断的传出：“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Sorry， 这难不？苏雨一连串的打了3遍，毫无例外，全部未接，果然无法接听。这就进一步的印证自己的猜想是正确的。这老登果然出事了，不过电话还能打通，说明还没被抓到。他们好歹父子一场，可现在不得不站在对立的方向。苏雨叹息，并不是他不想同流合污，只是想要做一个好人。在短暂的犹豫后，他想了想，打开了微信，发送了一条语音。苏泰的手机上很快就传来了提示音，导播室中无数双眼睛注视而来，那是一个只有3秒的语音条，点开听听。导演毋庸置疑的声音传来，苏泰照做手指落在那个带有红点的语音条上，苏雨稚嫩的声音随之传来：“收手吧，老登，外面全是警察。”一时间，导播室中全场寂静，所有的目光朝着苏泰汇聚。原本还在吃瓜傻笑的苏泰，笑容逐渐凝固，杀气、寒气突然充斥在这个不大的导播室中。一群警察用看待猎物的眼神，上下
下的打量着苏太。苏太，他人妈了，人在家中坐，锅从天上来。一时间，他哭腔都出来了。警官，我冤枉，我真是良民。导播室中，几名人高马大的警员围绕在苏太身侧，哪怕苏太一身彪悍遍布的纹身，可在这1.8米大个的警察面前也完全不够看。大概这就是所谓的皮肤压制吧。昏黄的灯光映照出警员高大的影子，仿佛一座大山，补充在苏太的心理阴影面积上。其中甚至不乏有人已经抽出了警棍、防爆盾，甚至电击棒，一副如果遭遇反抗，随时采取强制措施的准备。苏太哭丧个脸，满是欲哭无泪，随之举起了自己的双手。特么的，招谁惹谁了？自己不是联合节目组来整蛊苏雨吗？他都已经躲在幕后，甚至在警察的眼皮底下了，怎么还要被这小子给摆一道啊？原本一开始，苏雨吐槽的话语仅仅只是引起了几名警察的怀疑罢，不过是小孩的玩笑话，完全没有引起重视。可苏雨那条微信发过来，这回苏太真是跳进黄河的洗不清了。在几名警察的注视下，苏太非常熟练地离开了座位，蹲在地上抱头，唯唯诺诺地抬起头说道：“警官，我说我是冤枉的，你们信吗？”不远处的导演冷笑一声，冷哼道：“呵，油嘴滑舌，普通人抱头动作有这么熟练吗？你小子一看就是惯犯了。”听到这句话，苏太整个人愣住，一股委屈涌上心头，这特么比窦娥还冤啊！他这一年被人匿名举报赌博、嫖娼了10几次，这抱头动作能不熟练吗？一听到警察的声音，差点都给他整应激了。有句话说得好，恐怕只有冤枉你的人才知道你有多冤。这个彪形大汉眼眶中泪水不断的打转，直接将那猛男的形象给打破，场面实在是滑稽。面对这声泪俱下的表演，导演不为所动。作为一个执法者，必须要做到近乎于冷漠却又不失温度的态度，平等的对待众人。在曾经与不法分子交涉的时候，比苏太哭得更惨的人大有人在。他目光落在桌面上的手机里，那简短的3秒钟语音却蕴含了太多的信息。再次点击，稚嫩的声音重复响起：“收手吧，老登，外面全是警察。”导演不由得深吸一口气，冷冷地看了苏太一眼，这家伙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狠呢，真是个狠人。起初所有人都认为苏雨识破的仅仅只是老刘快递员的身份，对于他真实的身份并不知晓。从这一句外面全是警察来看，说明苏雨极大可能已经知道了老刘这个警察的身份。可就在知道老刘是警察这样的前提下，苏雨却毅然决然地对老刘下了狠手。倒粪水这点小手段也就罢了，还足足加了9颗泻药，事后甚至没有忘记给苏太通风报信，其中背后的隐情与始末恐怕已经跃然纸上了。首先在苏雨决定动手时，必然知道老刘就是警察，可依旧对其动手，那就说明苏太手里绝对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如果还要苏雨将那些毫无动机以及意义不明的举动作为小孩的脑洞以及节目效果，恐怕就太天真了。作为前刑侦队大队长，如今退休2线担任该节目的导演李胜利可不是普通人物，甚至在20年前就得到过南疆神探的称号，当时的破案率甚至高达80以上。如今虽名声不在，可他那狠毒双眼以及过人的分析能力，在南疆依旧找不出第二个人。原本以为只是拍摄一个科普向的公益节目，竟然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李胜利目光如炬，从容地扫过几个监视屏幕，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端倪。他沉声说道：“节目恐怕要暂停几分钟了，先插播广告。”身侧的工作人员点了点头，他们虽然不清楚其中的内情，但眼力见还是有的。眼下那位家长，哦不，这回真是嫌疑人苏某啊，在其儿子苏雨无形之中的供认下，这事情已经朝着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了。直播间里的无数观众正看得津津有味呢，一条极其生硬的广告突然插了进来，所有人都嗅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味道，这对于他们而言太熟悉了，只有在一些播出事故或者内容画面需要进行封锁时才会出现。联系上直播最后的画面，无数网友都猜到了端倪。导播室中原本轻松愉悦的气氛多了一丝沉重，苏太露出苦笑，此刻内心也是1万头草泥马飞跃。当初自己那么踊跃报名干啥呀？现在好了，喜提营手镯一副，还包3餐，也算是混上编制，吃上铁饭碗了。他有些纳闷，自己明明什么也没干，给警察下药，那也是苏雨动手的，和他有什么关系？难道儿子袭警算在老子身上？可那是一个测试节目啊，苏雨怎么可能知道那是警察？以苏太的智商，怎么也想不通自己为什么突然被扣。不过好在他比较老实，积极主动配合，警察叔叔也没有为难，只是让其锁在隔间厕所，自己好好反思，并且交代让他好好想想，等下会过来问话，最好把知道的全说出来。苏太更无奈了，特么自己都没犯事，交代什么呀？至于导演则是带着几个警察在导播室里开会，具体说什么苏太也听不清。客厅监控里，苏雨此时还在思索，却被突如其来的系统提示音打断。叮，恭喜完成任务，成功整蛊疑似的幕后黑手苏太，获得奖励10万元。苏雨整个人愣住了，我整蛊老爹了吗？什么时候？此时导播室中，身为导演的李胜利早就已经将控场的对讲机随意的放在了一旁，原本用于导播分流的数个屏幕上，此时正在回放着直播画面。停！李胜利目光落在屏幕上，突然说道，画面被定格在苏雨打开快递箱看到面粉时的露出的复杂表情。他沉默着并没有说话，可内心无比清楚，从这里开始，老刘的身份恐怕就已经暴露了。那包面粉也被其认为是警察的试探。此刻，苏雨应该就已经想好了下药制服老刘的打算了，甚至猜测到苏太已经受到控制。这也算是他们运气好，无心之举竟然牵扯出这么一个大案。只是可惜老刘完全没有意识到已经进了贼窝。不过庆幸的是，那只是一个小孩，不会做出太过于残暴的手段，因此老刘不会有生命危险，并且现场一切都处于他们监控的范围内。这是对于南疆警方而言最有利的消息。导演，我们现在要上门把他拿下问话吗？一名警察看着监控中的苏雨询问道。李胜利轻轻的摇头，平静的说道，记住，这是我给你们上的第一课。苏太现在被我们控制，过不了5分钟，那小子绝对会慌，绝对会找其他人协助，我们只需要盯住他就行了。别看他年纪小，从直播的表现以及手段来看，必然是从小就受到过培训的。他突然转头说道，还记得开门前的那一轮提问吗？人群中有人点头，那一幕印象还是格外深刻的。他若有所思的分析道，苏雨在开关门之后突然问起了奇怪的问题，对于正常人而言，答对问题就给陌生人开门实在是不符合常理。李胜利莞尔一笑，突然开口，可如果在那些问题里面含有接头暗号呢？一时间现场的所有人突然沉默了，这是他们所有人都没有猜测到的细节。联想到当时的场面，上门的快递员
没有单号的纸箱子，确实符合接头的条件。当时苏雨似乎也是在看到纸箱子后选择开门，可又想到了暗号，于是乎又关上了大门，因此他才突然发起了提问。一人倒吸一口凉气，略带震惊地说道：“这样一来，一切就说得过去了。”导演李胜利点了点头，我们也是运气好，正好对上了接头的暗号。不过没想到他们的接头暗号居然和度娘上的一模一样，可惜的是对接暗号还是露馅了，让苏泰将信息传了出去。这下众人更是疑惑了，两人的问答过程全程监听，完全没有任何逻辑，不可能有传递任何信息的机会。警察有些吃惊，什么时候？我们怎么没有发现？李胜利瞥了一眼隔间的厕所，各位不知道对于身高鞋码这个问题有没有印象？闻言，所有人都回过神来，原来是那个时候，在各种问题中，鞋码以及身高显然是最不符合常理的。只不过这句暗语里面有什么含义，他们无从得知。那报警又怎么解释呢？有人突然询问道。李胜利平静地说道：“这一点很好解释，作为一个小学生而言，遇到危险的事情报警是人体下意识做出的反应。可想到他们本身就游走于法律边缘，因此才会惊慌的挂断。在直播暂停插入广告的这半个小时里，导播室的各位警察正在忙碌地对于之前的直播回放进行了回放分析。有着前刑侦队长李胜利的帮助，他们的破案进度以及线索分析简直是突飞猛进。对了，苏泰这个人的资料查到了吗？”其中一名戴着眼镜的工作人员点头回应：“查到了，目前没有太大的案底。苏泰，男，38岁，目前的职业是在城南担任纹身师，曾经是南疆纹身俱乐部会员。等等，是那个以纹身为名义的犯罪团伙吗？”李胜利微微皱眉，工作人员点头，沉声说道：“是那家，一开始确实是以纹身交流的名义进行吸纳会员掩人耳目，不过后来开始有组织的进行聚众犯罪活动。苏泰呢？他当时怎么没被抓？”李胜利皱眉询问道。工作人员脸上也露出古怪之色。苏泰在俱乐部成立初期，也就是2个月左右，突然主动注销了会员，并且再也没有参与过纹身俱乐部的活动。话音落下，此时是个傻子也察觉到其中的不对劲了，这未免也太过巧合了。一时间，苏泰的嫌疑更高了。只不过现场的警察怎么也想不到，当时注销会员的原因是苏与伙同店里的另一个纹身师为了整蛊，在苏泰的胸口纹了个 JoJo 风格的喜羊羊。苏泰自认没办法顶着这样的纹身和其他的会员搓澡交流，于是羞愧的注销会员了。毕竟澡堂里本就坦诚相见，人家身上纹的都是猛虎、黑龙、玫瑰、蔷薇，结果你特么纹个喜羊羊，还是 JoJo 风格，这让苏泰老脸往哪搁？倒是没想到，居然因祸得福了。李胜利深邃的目光不知道在思索什么，指尖敲击在桌面上，颇有节奏。可紧接着，这位前刑侦大队长嘴角微微上扬，有意思，真有意思。这个苏泰居然当着面挑衅他们这些警察，似乎认定了他们找不到任何的线索，不出48个小时就会将他放离。李胜利沉声说道：“让局里立刻将近5年的案子排查比对，2个小时，我要找到符合苏泰的线索。”是。此刻一脸茫然的苏泰还在厕所的隔间里啃手指头，完全不知道外面在这半个小时发生了什么。大厅监控里灯光明亮，苏雨少见的打开了电视机，可他却离开了略显嘈杂的大厅，来到了阳台，孤寂的望着窗外，一个人在风中凌乱。他深深的叹息一声，没想到这一天还是来了。虽然他早就做好了相应的心理准备，但结果到来的时候还是让他有些无法接受。系统的提示已经格外明显了，疑似的幕后黑手苏泰。原本以为老登在这个犯罪团伙里扮演的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中间人角色，没想到居然是最终 BOSS。难怪今天遭遇的事情都这么反常，突然上门的逃犯，以及极其反常直到现在都没有回家的苏泰。苏雨望着昏黄的天空感叹：起风了，我苏家终于走到了这一步。直播途中，测试的警察拉肚子，节目暂停。原本这件事并正常讨论是不可能引起恐慌的，可消息一封锁，不知道哪个载种开始传的开始走偏了，一些不知情的博主也趁机为了流量博取眼球开始造谣了。底下的网友讨论也开始离谱，测试警察急性阑尾炎送进医院了，据说现在还在做手术。我怎么听说的是那个警察喜欢吃大粪，结果寄生虫吃坏肚子了？不对不对，你这太假了，明显是谣言，谁特么会喜欢大粪啊？我这个才是正确的，据说是那个警察喜欢吃牛瘪火锅，不爱加调料，就爱喝纯正的清水牛瘪，所以得了胃溃疡。底下有人翻了个白眼，不过滤不加调料清水牛瘪，这和吃屎有什么区别？那人沉默了片刻，大概是各有所好，谁他妈爱好吃屎啊？直播间的暂停以及官方的封锁，网友们的讨论反而愈演愈烈，一些人见彻底乱套，更是毫无底线的开始造谣了。你们这些纯粹扯淡，都听我说，我有个朋友圈内人，体制内就不方便报马甲了。真实情况是民警直播测试时进了贼窝，结果直接被抓了，还被歹徒吊起来的。这也就算了，据说还被强行喂了粪水啊，还有这种事？没错，听闻那还是南疆地下最大黑恶势力的头目，下手可黑了。不过当时那名战士可硬气了，一声不吭把粪水全吃了，硬生生是扛住没说出一个字的情报。南疆高层相关部门的领导第一时间也注意到了这问题，望着各种谣言满天飞，整个人都沉默了。这特么谣言也忒离谱了吧？最重要的是，居然还这么多人信。一个普通的安全科普节目，在网上传的比墨西哥纪录片还要恐怖，领导也实在是没有办法，实在是头疼。不过好在领导也清楚，这支谣言平息舆论的方法很简单，让橘子卫视节目组恢复直播。在领导的一通电话下，消息很快就传到节目组。此刻，橘子卫视节目组导播室外，安静的长廊里没有任何人。导演李胜利拿着手机，面对着电话那头不断声音，不断的点头回应：好，我知道了，马上恢复。领导您放心，半个小时不10分钟，10分钟之内肯定恢复直播。大约2分钟后，李胜利阴沉着脸走进了导播室，里面的众人无不露出疑惑的表情询问：导演，什么情况？李胜利深呼吸一口，目光落在那人身上回应：上面给我施压了，让我10分钟内必须恢复直播，否则南疆警局以及我们宣传部门全部都要吃处分。话音落下，导播室中肉眼可见安静了几分。众人原本以为要立功了，还都带着喜悦呢，可这一番话如同一盆冷水泼在了众人身上。他们此时想要反驳或者向上面汇报情况申请也完全没有机会。原因很简单，目前在他们手上只有一些零星的疑点，没有任何证据，上面是不可能支持他们继续胡闹下去的。李胜利站在了导播室中间的位置，面向众人微微的鞠躬致歉：抱歉各位，这次的事情是我冲动了，我也没有想到他
他们背后的保护伞居然有这么大的能量，实在对不起，你们应该也清楚，如果继续查下去会面对什么。我不想牵扯大家，这件事情大家就不要查下去了。可这句话说出来，底下的众人反而激情澎湃起来。这么李胜利一个快要退休的2线警察都决定继续追查，他们这些1线的战士有什么理由后退？何况上面的那位还是曾经的行业标杆，即使从刑侦大队退到2线，担任着宣传部的部长，在南疆警局，李胜利依旧极具影响力，以及在之前的分析中，这位大佬的能力众人可都看在眼里，早就已经服众。这时人群中有人大声喊道：“报告李部长，我不怕死，我和你一起查。”对，我们也不怕死，要查一起查。李部长，这不是你的问题，越是这样，这越是说明我们踩到了敌人的尾巴，同时也让我们知道这个团伙背后的保护伞究竟有多么的可怕。这一次的称呼里，有人改了称谓，此前在节目中是不方便随意的暴露警方的信息，可现在直播暂停，众人为了表达敬意才喊出了李部长称。李胜利目光落在底下的众人身上，有些欣慰的点头。大夏未来有这样的战士，是大夏的荣幸。他沉声说道：“好，那我们就一起查。不过如果没了这身衣服，我们也查不了，所以直播还是需要恢复。等会大家一切如常，不要露馅了。”报告，苏泰呢？有人望向厕所，有些不舍询问道。所有人都认为那位极有可能就是整个南疆背后犯罪团伙的头目，因此对于释放苏泰，多少都有些不甘心。李胜利稍作沉吟，便狠心说道：“放，苏先生，抱歉，都是误会。”苏泰在一脸茫然中，突然被松开了手铐。开始他还有些心虚，不过在看到几名警员略带歉意的解释下，苏泰职业性的笑了笑。不过想想心里又硬气了些许，特么自己一个良民，有什么好怕的？身正不怕影子歪，到时候警察问什么，自己答什么就是了。他快步走出了卫生间，突然又停下了脚步。直播与导播室有差不多1分钟的延迟，刚刚他被拷的时候，直播肯定停了，毕竟这种事故显然不可能播出去。在这个网络发达的年代，各种行业都会稍微涉及直播领域，苏泰也不例外，并且导播室的场景也并不是一直在直播画面中，因此自己的形象还没有彻底崩塌，还有维护的机会。苏泰站在厕所的镜子面前，稍微捋了捋头发，整理了一下凌乱的服饰，才走出卫生间，同时有些好奇稍后会询问自己什么问题。他一副配合的微笑向身侧的警察说道：“警官辛苦了，不知道还有什么要问的？似乎是铐得太久，亦或者是被考过几次有经验了。”他双手稍微活动了一下，苏泰的行为看似非常合理，可是在警察眼里就完全变味了。要知道在他们的眼里，下意识地认定了苏泰就是南疆地下犯罪团伙的头目，因此他的这些话在导播室的一群人眼里简直就像挑衅。他的每一句话此刻似乎都赋予了另外一种含义。查了这么久没结果吧？警官辛苦了，就知道你们查不到，不知道还有什么要问的，还不是拿我没什么办法。抬头活动双手的动作，手下办事真慢，上面保护伞拖到现在才施压。至于整理仪容的举动，更像是这位幕后头目的从容不迫，似乎早就预料到眼下的局面。一名工作人员凑近了李胜利身侧，用毫不掩饰目光望向苏泰，低声说道：“导演，你看果然是他，演都不演了，这也太嚣张了。”李胜利摆手示意不要继续讨论，他的脸上没有任何情绪，深深的看了一眼，随即走到苏泰面前，挤出了一副微笑，伸出手来握手：“实在不好意思，苏先生，刚刚我手下看错了，看到你那纹身，把你当成通缉犯了。直播马上恢复，委屈苏先生了。”苏泰这才恍然大悟，连忙微笑握手。作为一个中年人，交际应付这一块自然手拿把掐，何况对方还是警察叔叔，该客套的自然要客套。他一个爱国守法公民，明白这都是为了社会安定，自己委屈点不碍事。原来是误会啊，无妨无妨，这是应该呀。这客套的回应以及从容的应对，在李胜利的眼里，挑衅的火药味更足了。脸上虽没有任何表情，可内心却是格外的鄙夷，装模作样。想到这里，他握住的手不禁用了几分力。苏泰也有些疑惑，刚刚不还在好好说话吗？怎么突然就用力起来了？他虽然没有系统的锻炼过，业余的健身还是有的，还有那一身的横肉以及大骨架，在李胜利的握手施压下，其实没多大感觉，以为只是警局里某种友好的交流。何况李胜利这都临近退休的年纪了，力量显然不如从前。苏泰也没有发力，则是笑着说道：“李导演，你这手没有劲，没有力量啊，看来还是要多练练。”李胜利闻言，脸更是垮了下来。自从苏泰从厕所里走了一遭后，导播室里许多人说话都背着他了，还是当着他面悄悄说话那种。那些工作人员虽然已经尽量掩饰了，可下意识的偷偷朝着苏泰这边看，也足够明显了。大厅监控那边什么情况？苏雨有没有透露什么信息，或者和别人联系？那名工作人员脸色微微一变，沉声说道：“导演，他脱离监控范围了。”李胜利抬起头来，有些惊愕：“他出门了？”“那没有，据推测只是回卧室了。”工作人员的回答让他松了一口气，他平静地说道：“苏雨应该还没有想到被监控了，去卧室应该是和某人交流或者取某件物品。那个位置离卫生间近吗？”在暂停直播的期间，工作人员就已经弄到了这个小区的户型图，因此通过大厅最后出现的画面足以判断苏晨的大概位置。他点头沉声说道：“近。”老刘极有可能听到。导播室里的众人还没有忘记，在苏雨公寓里还有一名吃了9粒泻药在厕所里拉了近2个半小时的同志。导演点了点头，想办法联系他。卧室里苏雨的发言对我们来说极为重要，目前这个小孩可能就是我们最大的突破口。工作人员点了点头，正在他回头准备想办法联系老刘时，一条微信消息的声音有些突兀的响起，他目光落在屏幕上，眼眸格外的明亮。导演，是老刘。忧愁许久的李导演终于露出一丝微笑，可算有个好消息了。果然在关键时候还是这些老同志靠谱，他肯定听到关键的信息了，快看看他说什么。工作人员满怀着期待解锁了手机，紧接着他看着消息，一脸的古怪。李胜利微微皱眉，不禁询问道：“老刘说什么了？”工作人员抬头如实回应道：“他说能不能给他送纸。”老刘还说了什么？没了，先恢复直播吧。李胜利有些无奈。工作人员看了一眼手机，试探的询问：“那老刘那边呢？还要送纸吗？”“送。”李胜利一手捂着额头，感觉有些头大。不仅上面有人施压，南疆副局对于节目的表现也不满意，关键时候能够破局的人也是真掉进厕所了。眼下他必须要打开一个突破口才行。等等，导演似乎又想起了什么，过来，靠近点。那名工作人员
几乎将人贴在了身边。李胜利才附耳轻声说道：“等会送纸的时候，弄点 GPS 定位芯片，窃听器一起，东西尽量避免上门，免得打草惊蛇，想办法从窗户投放进去。”工作人员闻言眼前一亮，瞬间明白了用意，连忙小跑离去。这时李胜利像个没事人一样，微笑朝着苏泰走去：“苏先生，久等了，直播马上恢复。”苏泰笑着回应：“没给节目组添麻烦就行。”在李胜利的授意下，橘子卫视暂停了许久的直播终于恢复了。监控的画面中，大厅里却一个人都没有，显得有些古怪。节目组的主持人冰冰也终于有了发挥的地方，拿起了话筒开始救场：“各位观众朋友们，实在是抱歉，让大家久等了，理由无非是设备损坏、临时事故什么。总之他要拖到老刘走出厕所，或者苏雨出现在镜头，否则这节目很难继续下去。”看似节目依旧在平稳的继续下去，这一档节目的导演此刻却一点心思都没有。李胜利目光悄悄地打量了苏泰一番，这短短1个小时内发生的事情实在是疑点重重。此刻他还完全不明白苏泰那么主动参加节目的动机，一个地下势力的头目为什么非要挤破头来参加一档直播节目？他平静一笑，试探地询问道：“不知道苏先生参加节目的初衷是什么？我看苏雨小朋友的安全意识可不差，苏先生也不像是为了那奖金来的。”苏泰闻言苦笑着摇头：“还不是家里太危险了。刚刚那半个小时里面，虽然发生了一些不愉快，可因为苏雨这小子的存在，苏泰其实早已习惯了。他经常也会被莫名其妙的考上，因此倒也没觉得什么。不过这看似不起眼的习惯，在警察眼里显然就是一个头目泰然自若的表现。所谓的危险，苏泰也是有苦说不出。在一个房间里，只有苏泰和苏雨2个人的时候，整蛊系统的任务自然而然的就只能刷新在苏泰身上，这就导致了苏泰每次回家都会遭受各种各样的整蛊惊吓。现在每天回家，他都要做好久的心理准备，整得提心吊胆。然而李胜利闻言却并不这么想，而是若有所思。苏泰的话让他想到了最近南疆传来的小道消息，南疆地下最大的2个犯罪团伙发生了内斗，其中一个黑帮的头目意外身死，从此2家彻底翻脸结仇，不死不休。原以为是什么谣言，可近段时间南疆底下的几个派出所都有聚众打架的案子，这让他不由得开始相信这可能是真的。这2家犯罪团伙分别出没在城东以及城西，井水不犯河水，耳目众多，极其狡猾。南疆方面全体出动铲除了几次都没有彻底根除，其中一个就是青龙，以青龙纹身为团伙标志，前段时间著名的纹身俱乐部就是这个犯罪团伙的首领。另外一个则是强大集团，显山不露水，非法经营着好几家娱乐场所。据内线消息称，死的就是强大集团的头目。李胜利不由得看了苏泰一眼，以及那大花臂纹身，如此看来，他应该就是青龙这个犯罪团伙的头目，所以那些传言都是真的。现在2家犯罪团伙不死不休，他这个当老大的能不危险吗？这个显山不漏水的小区都被仇家整出来了，看来这家伙的目的根本就不是为了上节目，而是看到了节目组的警察。导演不由得一笑，真是好算计，这样不仅能够保证自己的安全，还能确保儿子的情况。仅仅是一个试探，苏泰就全盘托出，看来是的确需要警方的帮助。李胜利点了点头，现在看来确实危险。苏泰回头有些欣慰，看来导演的也看到那个测试的民警老刘有多惨了。导演看了一眼，突然说道：“抱歉，上个厕所。王涛，现场直播你先看着。”只见李胜利匆匆地朝着外面走去，并没有前往导播室隔间的厕所。他来到寂静的楼梯间，看了看四周，确定无人，才掏出了一部手机：“喂，小廖，我让你排查阳光小区附近周边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人物。”电话那边很快就有了回应：“师傅，你还真灵了，一组便衣还真抓到了几个马仔，只不过领头的那几个给捕。”是强大集团的吧？电话那边传来了惊讶的声音：“师傅，你怎么知道的？”李胜利心中一沉，回头看了一眼导播室的方向，果然如此。他继续询问道：“他们招了吗？审讯出结果给我说一下。”“不用，现在就能说。这几个马仔一问就全招了，就是来给老大报仇的，还带了一些白粉末，据说是要栽赃。”李胜利微微点头，果然是他，一切都与自己的猜测吻合上了。他虽然远离一线，可如今刑侦队的队长廖明是他徒弟，平日里一些案件的线索也都是这么得来，他们也会时常交流案子。我在这边小区拍节目，看到几个人有点眼熟，所以给你通通气。最近这周边记得派2个人盯梢，不要多了。李胜利并没有将信息全部说出，因为他清楚这位犯罪团伙头目背后的能量有多大，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他是不会打草惊蛇的。此刻的苏雨正在卧室查看着系统刚刚给的奖励，他目光落在了书桌旁不知何时多出来的箱子，这应该就是所谓的防身工具箱了吧？苏雨打开了一眼，面色奇怪了起来，绳子、胶带、手铐、卧槽，还有这丝袜什么鬼？这也是用来防身的？捆绑诱惑，系统给的奖励也太变态了吧？他总觉得系统在逗他。紧接着还有一些不合理的存在，防毒面具、烟雾弹、马桶揣子，大概翻了一下，里面竟是什么东西都有，琳琅满目，千奇百怪。不过苏雨也发现了一些比较实用，的确能够防身的东西，防狼喷雾、辣椒水什么的。最实用的应该还是速效安眠药以及催眠瓦斯类似的东西了。在箱子最底下甚至还有一把精致的手枪。苏雨开始还有些惊讶，系统这特么就有点过分了吧？违法的事情他可不愿意干。结果一看，果真还是想多了。扳机扣下的那一刻，一条清澈的水柱喷射而出。苏雨沉默了，他有些怀疑这里面有些玩意真的能防身吗？真的是用来防身的吗？不过奖励收获也到此为止了。苏雨现在最担心的还是那个二货老爹，这种智商干什么不好，非要铤而走险。小天才手表上至今都没有任何消息，电话、短信、微信全部都没有红点，必然已经是走在逃亡的路上。不出意外，苏泰的银行卡甚至微信都有可能被冻结了。今天过后能不能见到老爹都是问题。他看着自己微信钱包里的10万块，有些不舍得咬咬牙。不过一想，他们父子一场，这生死存亡之际，自己也没必要纠结这么多了。苏雨点开小天才，想了想，找到了一个苏泰不常用的微信小号，发送了一条语音：“老爹，我知道你肯定出事了，这些钱你路上逃命省着点花，不够了我再想办法，我也只能帮你这么多了。”